这期内容摘编自一档全球知名的访谈节目，嘉宾是业内权威专家，他今天要说的同样会颠覆你的认知。墨西哥山区，一位70多岁的老人被问到一个问题：你平时是怎么训练的？翻译当场卡壳了，因为在这个部落的语言里压根没有训练这个词。翻译换了好几种说法，老人才终于听懂，想了想，反问了一句：如果不是必须要跑，谁会没事去跑步？问这句话的人叫 Daniel Lieberman， 哈佛大学演化生物学家。他花了几十年时间，把传感器绑在非洲猎人身上，记录他们睡觉和坐着的每一分钟，只为了搞清楚一件事：人类到底应该怎么生活。久坐等于慢性自杀。你每天必须睡满8小时。运动是刻在骨子里的天性。人老了就该多休息少动。这几句话你可能从小听到大，深信不疑。Lieberman 说，没有一句是对的。这些常识是怎么来的？有些是被一家日本公司拍脑袋发明出来的，有些是工业革命留下的误会，还有些是医学院从来没有更新过的老观念。听完这期内容，你会明白，那些让你每天心里有负罪感的健康守则，很多根本站不住脚。接下来，他要用7个反直觉的真相，把这些常识一个一个拆穿。第一个谎言：久坐是新型吸烟。你肯定听过类似的说法，每坐2个小时就折寿1点，站着办公才健康，坐着几乎等于在慢性自杀。Lieberman 说，这个说法从根子上就错了。他带着学生，把传感器绑在非洲的猎人采集者身上，记录他们每天坐下来的时间。结果所有人都愣住了，猎人采集者每天坐着的时间，跟坐办公室的西方人几乎一模一样。事实上，狗会坐，牛会坐，鸡也会坐，几乎所有动物都会坐。坐着，从来不是现代文明发明出来的毛病。那问题到底出在哪？出在你怎么做。非洲农村的人大概每10到15分钟就会站起来一次，去喝口水，去看看田，去做点别的小事。而西方人呢，平均一坐就是40分钟，一动不动。这个差距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。Lieberman 说，当你站起来，哪怕只是去倒杯茶，出门遛一下狗，你的身体就像一台熄火很久的发动机，重新被点燃了，血糖开始下降，几百个基因被重新激活，整套细胞代谢机制重新运转起来。你甚至不需要真的去走路，只要打断那一长段连续静坐就足够了。所以问题从来不是坐，而是一坐几十分钟，中间什么都不打断。知道了这一点，你以后坐飞机应该永远选靠走道的位置，这下你大概明白为什么了。第二个谎言可能会让很多人不服气，你必须睡满8小时。睡不到8小时会变胖，会得心脏病，记忆力会下降，寿命会缩短，这几乎已经变成了现代人集体的焦虑。Lieberman 找了一批完全没有电力、没有手机、没有电视的部落，给他们带上睡眠传感器，想看看在没有任何现代因素干扰的情况下，人类到底会睡多久。结果是，平均每晚6到7个小时。而且，他们不会因为昨晚只睡了6个小时就感到焦虑，基本也不补觉，不午睡。Lieberman 说，8小时睡眠这个标准，本质上是工业革命之后才出现的现代社会概念，跟人类的自然状态没什么关系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当科学家把每天的睡眠时长和死亡风险画成一张曲线图，你会发现，这条曲线的最低点不是在8小时，而是在7小时。也就是说，平均而言，睡7小时的人比睡8小时的人活得更长。当然，这不是在鼓励你故意熬夜。睡眠需求因人而异，青少年需要更多，老年人往往更少，生病的时候更需要休息。但如果你每晚稳定睡7个小时，精力充沛，醒来状态也不错，却每天都在焦虑自己没睡够8小时，那你其实只是被一个工业时代发明出来的数字白白折磨了而已。说到这种被数字绑架的现象， Lieberman 还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插曲，1万步是怎么来的。1964年，东京奥运会前夕，一家日本公司发明了世界上第1台计步器。他们坐在会议室里讨论这个产品该叫什么名字。有人提议叫万步计吧，1万步听起来吉利。就这样，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数字，60年后变成了全世界人每天低头对着手机检查的健康目标。
不过 Lieberman 说，有趣的地方在于，这个拍脑袋拍出来的数字其实还挺靠谱的。非洲的猎人采集者平均每天走1万到18000步，而流行病学数据也显示，当一个人每天步数达到7-8千步左右，各项健康指标的改善就已经趋于平稳，之后再往上加，边际效益越来越小。所以1万步不是什么神圣的门槛，它没有科学背书，但也不是胡说。别把它当成每天必须完成的医嘱就行。第3个谎言可能是颠覆性最强的一个，运动是人类的天性。还记得开头那位墨西哥老人吗？如果不是必须要跑，谁会没事去跑步？这句反问 Lieberman 当场就愣住了。对啊，如果你每天都在田里劳作，每天要走5英里去打猎，你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，清晨专门再跑5英里？这压根没有逻辑。健身房、跑步机、间歇训练、周期计划，这些东西之所以存在，恰恰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太舒适了。体力活动不再是生存的必要条件，我们才不得不人为地制造出运动这件事。运动是治疗文明病的一剂药，不是人类的天性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坚持运动这么难。那不是懒惰，那是你正常的大脑在说，干嘛没事找事？第4个谎言 Lieberman 认为是最危险的一个，人老了就应该少动。很多人觉得上了年纪，好好休息，顺其自然才是正道。但 Lieberman 说，这跟人类演化的逻辑完全相反。人类是地球上极少数在停止生育之后还能继续活20年的动物。除了虎鲸，几乎没有别的动物有这种祖父母阶段。而我们演化出这个阶段，是因为祖父母真的有用。在整个人类历史上，祖父母的工作就是帮子女和孙辈采集食物，照顾孩子，传授经验。他们的价值建立在持续的体力活动之上。他们不退休，一直劳动，直到生病或者死去。而运动会激活一整套惊人的生理修复机制，维持肌肉量，修复 DNA 损伤，保住线粒体数量，清除大脑里堆积的垃圾蛋白，从而预防阿尔茨海默症和其他类型的痴呆。几乎身体的每一个系统，运动都能延缓它的衰退。一旦你停止运动，这整套机制就停工了。Lieberman 有一句话说得特别直接，衰老这个时钟谁都拦不住，但身体的退化速度是可以被运动减缓的。停止运动不是让衰老加速，而是让衰老彻底失控，不受任何约束。哈佛大学有一项持续了整整30年的追踪研究，记录了校友的运动习惯和死亡率。结论相当震撼，20-30岁就经常运动的校友，死亡率比不运动的人低 20%。而到了60-70岁，经常运动的校友，死亡率比不运动的人低了整整 50%。而且这个差距会随着年龄不断拉大。结论非常清楚，年纪越大，运动就越重要，而不是越不重要。说到上了年纪， Lieberman 还专门点明了一个现代概念，退休其实是一件挺危险的事。退休本身是一个非常现代、非常西方的发明。历史上任何一种传统文化里都不存在工作到65岁然后彻底歇下来这种设定。农民种地种到死，猎人采集者劳动到死，或者劳动到病的动不了为止。而一个人一旦退休，往往会变得更少运动，运动减少，肌肉开始流失，这在医学上有个专门的名词叫肌肉减少症，词根来自希腊语里的肌肉和丧失。肌肉流失让人变得虚弱，虚弱让人更不想动，更不动又让肌肉流失得更快，这是一个越陷越深，越来越难打破的恶性循环。Lieberman 还提到了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维度，退休有时候意味着社交圈的大幅萎缩，失去了共事的伙伴，失去了每天的目标，再加上配偶离世带来的悲痛，皮质醇飙升，这些加在一起会对身体造成非常真实的生理冲击。所以他说，退休本身不是问题，停止体力活动才是问题。第5个谎言，几乎所有人都默默接受过，年纪大了，这些病是躲不掉的。我们早就习惯了这种说法，年纪大了，血压会升高，会得糖尿病，会得癌症，大脑会开始退化。这是自然规律，没什么好说的。Lieberman 说，不，这根本不是自然规律，这是现代生活方式带来的后果，被我们误会成了衰老本身必然的结果。今天的医学院还在告诉学生，人上了年纪，血压就会升高。
但 Lieberman 说，他自己就是个反例，他随着年龄增长，血压并没有升高。在保持体力活跃的人群里，血压随年龄升高，根本不是铁板一块的事。我们把某种特定生活方式下更容易发生的事情，错误地当成了衰老本身注定要发生的事情。而这个误会造成的结果是，整个医疗体系把几乎所有资源都砸在了治疗上，而不是预防上。数字很能说明问题。美国用在医疗预防上的支出只占整体医疗预算的 3%， 但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，走进诊室的病人里有 75% 患的是本可以预防的疾病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系统用 3% 的预算去预防那些原本可以避免的疾病，再用剩下的 97% 去治疗那些如果早点预防压根不需要治的病。一个彻头彻尾本末倒置的系统。而说到躲不掉的病， Lieberman 特别提到了一种癌症，看起来像是命运的安排，但从演化生物学的角度看，它其实是一种能量过剩造成的疾病。癌症的本质是细胞之间发生了失控的演化竞争，某些细胞开始不受控制的抢夺能量，复制分裂，这其实是自然选择在身体内部走火入魔的一种版本。那到底是什么在驱动这种失控？答案是能量过剩。当你长期摄入大量高糖食物，胰岛素水平会持续偏高。胰岛素是一种促进能量储存的激素， Lieberman 打了个比方，它就像叫了一辆优步，专门把血液里的葡萄糖送进细胞。但细胞里能量一多，那些本来受控的细胞就等于拿到了失控所需要的燃料。高胰岛素水平本身就是一个致癌因素。对女性来说，过多的热量摄入会增加体内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分泌。这些激素在演化上原本是为了促进繁殖而设计的，但长期处于高水平，会显著增加乳腺癌风险。对男性来说，长期高睾酮水平会增加前列腺癌风险。反过来，运动会降低胰岛素，降低血糖，也会把这些激素的基础水平往下拉。数据说得很清楚，每周保持150分钟运动的女性，比久坐不动的女性，乳腺癌的终身风险低 30%到50%。这不是一个小数字，有流行病学证据，有机制上的解释，有可重复的数据，但这件事你到底听说过几次？跟各种癌症筛查、靶向药物、基因疗法的新闻相比，这条信息的声量几乎为零。我们谈论治疗癌症的方式，远远多于谈论预防癌症的方式。Lieberman 还用了一个很精准的比喻来解释慢性炎症到底是怎么来的。当你长期摄入大量糖分和精致碳水，多出来的能量没地方去，只能被硬塞进脂肪细胞。脂肪细胞一旦被撑到极限，就像气球吹爆之前那样，开始破裂、受损。破裂的脂肪细胞会吸引免疫系统过来修复，而免疫系统一旦被长期激活，就关不掉了。这就是慢性系统性炎症的起点。慢性炎症就像身体里一把缓慢燃烧的暗火，跟心脏病、糖尿病、神经退行性疾病都有密切的关联。想要降低炎症，有2条路：减少摄入促炎食物，主要是糖和反式脂肪；还有一条路就是运动。为什么运动能降低炎症？因为肌肉不只是一台产生力量的机器，它还是一个内分泌器官。运动的时候，肌肉会大量分泌一种叫白介素6的分子。这种分子在低浓度时会有轻微的促炎效果，但在高浓度时反而会产生强烈的抗炎作用，直接把免疫系统的过度激活状态关掉。我们的身体从来没有演化出另一套机制来调节炎症，因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，所有人都在持续运动，这套依赖运动来管理炎症的系统，从来没有面对过完全不动这种状态，直到最近。运动是我们身体里唯一已知的内置炎症调节系统。说到糖，有意思的是，猎人采集者其实也是彻头彻尾的糖分上瘾者。Lieberman 曾经跟着非洲的猎人采集者一起出去打猎。他们早上出发，如果到了上午10点、11点还没猎到动物，这场狩猎就宣告失败，然后无缝切换到下一项任务，找蜂蜜。他们会从一个蜂巢跑到另一个蜂巢，用烟把蜜蜂熏走，然后一口接一口的吃蜂蜜，吃到一种 Lieberman 完全没法想象的程度。这基本就是旧石器时代版本的暴吃糖果。但这些人个个精瘦，这点糖对他们来说完全不成问题，因为他们刚刚走了15公里，
还跑了一段，做了各种各样的体力劳动，他们的细胞有足够多的出口，能把这些糖全部消化掉。这个场景说明了一个核心逻辑，糖本身不是问题，问题是糖加上静止不动。说到猎人采集者， Lieberman 还被问到过一个挺犀利的问题，那些声称在按祖先方式生活，满身腱子肉，到处宣传 ancestral living 的网红，跟真正的猎人采集者相比，像不像？ Lieberman 的回答非常直接，不像。猎人采集者压根不长那样。肌肉是极其昂贵的生物组织，哪怕你什么都不做，光是维持肌肉，每天也要消耗掉你总能量的1/5左右。如果你生活在食物随时可能不够的边缘，拥有超出实际需要的肌肉量，本质上是一种生存负担，而不是优势。自然选择根本不在乎你强不强壮，好不好看，健不健康，能不能长寿。它只在乎一件事，你留下了多少活到成年的后代。在这个唯一的筛选标准下，那些用来展示而不是用来干活的多余肌肉，纯粹是浪费。Lieberman 说，猎人采集者的力量测试显示，他们确实相当强壮，但不是健美运动员那种强壮，他们的体格更接近马拉松选手或者耐力型球员，而不是举重运动员。他们有刚好够用的肌肉，一点多余的都没有。这种体格之所以在某些文化里跟吸引力挂钩，可能是一种演化遗留。在远古时代，适度的肌肉量意味着一个人能持续奔跑追猎、长距离跋涉，有能力养活一整个家庭。而真正极端的大块头反而可能是个危险信号，这个人需要消耗更多食物才能维持自己，在资源匮乏的环境里，这是一种风险，不是优势。第6个谎言，大概是最让 Lieberman 生气的一个，跑步会伤膝盖。他经常听到医生这样告诉病人，别跑步了，会伤膝盖。确实，膝盖损伤是跑步运动里最常见的损伤类型，但人们真正担心的通常是软骨磨损引发的关节炎，而大量研究已经很明确地表明，跑步并不会增加膝盖软骨损伤和关节炎的风险。如果你已经有关节炎，跑步当然会痛苦，但如果你还没有，跑步反而可能有一点预防作用。软骨跟身体里其他组织一样，需要被使用才能保持健康。运动能促进软骨的修复机制，而不是单纯把它磨掉。那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跑者膝盖受伤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跑步的方式不对。人类穿着鞋子跑步只有几百年的历史，但在这之前，我们赤脚跑了数百万年。赤脚跑步的时候，脚会本能地用脚掌中部或前部落地，而不是用脚跟落地。这种落地方式可以避开脚踩的那一瞬间产生的冲击波，不让它直接传向膝盖。而现代跑鞋有着厚厚的缓冲鞋跟，让人可以像走路一样用脚跟落地跑步。但脚跟落地，每一步都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冲击峰值，这个力会沿着胫骨直接传到膝关节。Lieberman 发表在《自然》杂志封面上的研究，用生物力学数据证明了这一点。那怎么才能跑得更对？他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，步频要快，大概每分钟170到180步，步幅不要太大，脚不要甩到膝盖前方去落地，这种过度跨步是跑步损伤最常见的根源。正确的落地方式是脚踝落在膝盖正下方，小腿跟地面接近垂直。如果你想改变自己的跑步姿势，一定要非常循序渐进，因为前脚掌落地对小腿肌肉和跟腱的要求更高，贸然改变反而会带来新的损伤。还有一种经常被治错的病叫足底筋膜炎，它的根源是我们把脚长期关在又厚又硬的鞋底里，脚上那4层肌肉群失去了应有的锻炼，脚弓底部的结缔组织因为过度牵拉而发炎。配一个鞋垫只是治标，真正治本的办法是强化脚部肌肉，多穿薄底、软底的鞋子，多赤脚走路，让脚部的肌肉重新开始工作。但如果你打算换鞋，一定要给自己足够的过渡时间，因为突然让从来没工作过的肌肉超负荷运转，只会让问题更糟。Lieberman 把这一类疾病统称为适配病，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适应现代环境而产生的疾病。而我们目前治疗这类病的方式，往往只是把问题往后推，而不是真正解决根源。说到运动，很多人开始运动的理由其实是想减肥。Lieberman 说，这种期待大概率会让人失望。原因很简单，一个汉堡大概是800到900卡路里，要跑完15公里，
才能消耗掉同等的热量。而且跑完之后，你只会更饿，你会用吃更多来补偿自己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，如果只是普通散步，大概相当于每天多消耗50卡路里，差不多半杯橙汁的热量。想靠这个减肥？不现实。但如果把运动量提高到每周300分钟以上，确实可以帮助减重，只是过程缓慢，减的也不算多，不会快。不过，运动在体重管理上真正无可替代的价值，不在于能减掉多少，而在于能不能防止反弹。有一项研究追踪了一批波士顿警察，这批警察经历了一套严格的节食计划之后，被分成2组，一组只节食，另一组节食加运动。2组人一开始的减重效果差不了太多，但几个月之后再回访，继续保持运动的警察，体重维持住了，停止运动的那批，体重几乎全部反弹回来。真人秀节目《最大输家》里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，那些在节目里减重惊人的参赛者，几乎全都在节目结束后慢慢胖回去了，只有一个例外。那个人一直坚持运动。减肥主要靠饮食，但能不能守住减肥的成果，靠的是运动。这2件事从来都不该是2选1的关系，而应该是2个都要的关系。那怎么才能让运动变成一件真正必须做的事？Lieberman 在做这方面研究的时候，几乎搜遍了全世界，最后只找到一家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公司。那是瑞典的运动品牌比约恩伯格，以1980年代的网球传奇人物命名。这家公司的 CEO 是个运动狂，他推行了一项规定，每周5上午11点，全公司必须一起运动，不管你是邮件室的员工、公司高管，还是来访的董事会成员，只要人在公司就必须参加。Lieberman 对这件事很好奇，通过公司网站的联系表格发了一封邮件，说自己是研究演化生物学的学者，对这家公司强制员工运动的做法很感兴趣，想多了解一下。第2天早上， CEO 本人亲自回复了邮件，来瑞典吧。Lieberman 真的飞过去了，参加了那次运动时间，还采访了各个部门的员工。确实有一些人因为这项规定辞职了，但留下来的人几乎都说其实挺好的。这件事让 Lieberman 开始思考，当运动被制度化成一件必须做的事，他就不再需要依赖个人意志力了。以前学校里也有体育必修课，只是最近几十年，这件事在全世界都在被不断削减、淡化。如果当初把它保留下来，今天的健康问题会不会有些不一样？那如果让 Lieberman 来重新设计整个现代社会，他会怎么做？他并不主张强制。他不支持禁止电梯，也不支持强制所有人吃全麦面包，他很尊重每个人的选择。但他认为，我们可以多做一些推一把式的设计，比如对糖征收更高的税，给健康食品跟不健康食品同等的广告预算，让芦笋和薯片一样频繁地出现在广告牌上，让健康食品和不健康食品的价格差不多。在每座城市资助公共舞蹈活动，因为跳舞同时是体力活动、社交还有娱乐，3件事合成一件。还有，让医学院的课程里加入营养学和运动科学。今天的医学教育几乎全部集中在诊断和治疗已经发生的疾病，而不是预防疾病发生。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被挤到一个非常边缘的角落，经费有限，影响力也有限。整套体系的逻辑是彻底倒过来的。第7个谎言，也是 Lieberman 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我们对不爱运动的人太不公平了。他说，就连他自己，这位哈佛的运动研究教授，每天早上走进办公楼都会想坐电梯。他的办公室在5楼，唯一让他还是选择走楼梯的理由是，如果被同事看到他坐电梯，他会觉得太虚伪。不是因为意志力，是因为虚荣心。想坐电梯是本能，不是懒惰。在整个人类演化史上，能省力就省力，是一种保存能量的生存智慧。这种本能深深刻在大脑里，不是什么道德缺陷。而且，运动的奖励感从来不是立刻就有的。对一个经常运动的人来说，跑完1圈公园会有一种强烈的多巴胺愉悦感，那是大脑在说，做得好，下次再来。但这种愉悦感需要长时间的锻炼才能慢慢建立起来。一个平时不健身的人，刚开始跑步，根本不会有那种愉悦。他只会感到累、喘、难受，全身是汗，然后可能还要承受一些更自律的人投过来的眼神。
就像长期高糖饮食会让胰岛素受体变得迟钝一样，长期不运动也会让多巴胺受体变得迟钝。在这种状态下开始运动，得花上几个月甚至更久，那种爱上运动的感觉才可能真正出现。而我们却把那段最难熬的过渡期直接叫做懒。还有一个现实，如果一个人体重超标，跑步对他来说就像身上绑着额外的重物在跑，每一步都比普通人更消耗、更艰难。然后我们还要说他不够努力，这公平吗？Lieberman 认为，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对不运动者的评判，而是更多的理解，更好的社会支持系统，以及更合理的环境设计，让运动变得容易，而不是困难。那到底什么才能让人真正长期坚持运动下去？这也是 Lieberman 目前正在研究的一个大课题。他给出的答案是社交。人类在演化上只有2种情况会主动运动，必要的时候或者有回报的时候。而在现代世界里，运动既不再是必要的，回报又来得很慢。所以，唯一靠得住的机制，就是把运动变成社交活动的一部分。约好朋友一起跑步，你前一晚觉得这是个好主意，但早上6点天还没亮，你可能一点都不想动，可你已经答应了别人，所以你还是出门了。而通常，跑完之后，你都会很庆幸自己出来了。他书里提到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，他的一个朋友在旧金山靠一份承诺合约坚持了下来。他通过一个叫 StickK 的网站预存了$1000，如果他没完成每天的走路目标，就会有$50自动捐给美国全国步枪协会，一个他非常憎恨的组织。从那之后，他一天都没有失败过。这当然是个极端案例， Lieberman 也不建议所有人都这么做。但这背后的逻辑是真实的，让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运动，比单纯靠意志力靠得住多了。请一个私人教练也是同样的逻辑，你付了钱，你约好了时间，不去就是在亏钱。还有一种形式是跳舞，没有人会把跳舞叫做锻炼，但它就是锻炼，而且是最符合人类演化设计的一种锻炼，社交的、愉悦的、有节奏的，全身都在动。世界上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舞蹈，这不是巧合。采访快结束的时候，有人问了 Lieberman 一个问题，你生命中哪件事给你制造了最多的困扰？你打算怎么改变它？他想了一下，说是拿自己和别人比较的习惯。这种比较，不管结果是我比他强还是他比我强，最后都只会带来2种结果，一种是不健康的自傲，一种是不健康的嫉妒。没有哪一种能真正让人变得更好。他说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实验，没办法真正跟别人比较。这句话其实也适用于运动这件事。别人的马拉松和你今天爬的那段楼梯不需要被拿来比较。任何运动都好过什么都不做。从今天开始，动起来就好。